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儿子能赚钱，你就是个倒贴的赔钱货。结婚15年，我以为只要我足够隐忍，就能换来一家人的和睦。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永远是个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外人。哟，儿媳妇儿，你回来啦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秋燕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这辈子都不让你再踏进这个家门半步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可是你老公和儿子亲自请回来的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叫血缘？我告诉你，我和我儿子孙子血浓于水，就不是你这个外人挤得进来的。秋燕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？燕燕，你别怪阿燕，是我老婆子没多少日子了，非要求着她让我进门的。燕燕，我提前查出了癌，子宫癌，我也就这点日子了，也快没了盼头。你要是在这个时候赶我走，你就真不是个人啊！你就当成全老太婆子最后这点心愿，留下我吧，我保证不给你添乱。这拙劣的演技，10几年了还是老一套，真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心软吗？燕燕，燕燕，我求你别走，我今天就把我妈送回老家。我发誓，为了保全我们的婚姻，这辈子就算最后尽孝，我也绝对不会再让她出现在你跟前。秋燕，当初闹到那种地步，你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不过才几年，你的誓言就被狗吃了吗？你想逼死我！你想逼死我！妈，你干嘛这么咄咄逼人？奶奶都病成这样了。我只问你，你们今天到底是怎么个说法？黄燕，百善孝为先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我懂事，你让我怎么懂事？月子里那点事儿，你还要记多久？妈都这样了，半截身子入土的人，又能折腾你多少？月子里那点事，差点要了我和恒恒命的事，在你嘴里就成了轻飘飘的那点事儿。就算不是为了我，你也要想想恒恒。你想让儿子觉得你是个冷血无情的妈妈？妈，爸说的对，奶奶都要不行了，我们作为晚辈，照顾她晚年那是天经地义的。恒恒，连你也觉得是妈在无理取闹？妈，你别总抓着过去不放了，行不行？奶奶以前可能做错事儿，但她现在是个病人啊，你这样斤斤计较，真的让我很失望。这就是我拼了命生下来、熬下了眼养大的好儿子，在他眼里，我受的那些苦、流的那些血，竟然只是一句斤斤计较。哎呦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得你们夫妻吵架，害得恒恒夹在中间难做。要你真是不愿意，我走就是了，大不了就是一个死，死哪儿不是死啊！我不活了，我这就去外面被车撞死，省得在这里碍某些人的眼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里是你儿子的家，我看谁敢赶你走。那太好了，妈，我记得你前2年在村里可是买过高额意外险的，你要是真去死，也算是为这个家做了一件大好事，还能给秋燕留点钱。这小贱人今天吃错药了，以前只要我一哭他就服软，今天怎么敢咒我死？造孽哟！我还没死呢！你个丧良心的东西，你就惦记着我那点钱是不是？我真是家门不幸，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！黄燕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非要把这个家搅散才甘心吗？搅散这个家的从来都不是我。儿呀，你爹死得早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你长大，如今我要死了，我不求后代，就想多陪陪你们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走还不行吗？黄燕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妈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说这种风凉话刺激她？赶紧过来给妈道歉！让我给她道歉？秋燕，你脑子进水了吗？妈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好好一个家，你非要搞得鸡飞狗跳才开心吗？恒恒，你说什么？
你觉得是我在闹？我都听爸和奶奶说了，不就是以前那点小矛盾吗？你怎么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幼稚，记仇记这么久，久到连奶奶的命都不管了？那点小矛盾，那是差点要了我们母子俩命的血海深仇，拼死拼活护着长大的儿子，现在居然为了那个差点害死他的老太婆来指责我。秋恒，你知不知道他以前对你做过什么？我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，我只看到你现在在欺负一个生病的孤寡老人。妈，你要是今天非要逼奶奶走，不让她住进来，那我就跟奶奶一起走，我来照顾她。这就是我的好儿子，他居然为了一个恶毒的老太婆，拿他自己来威胁我。要不就说你们女人矫情，天天惯着你，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。多大点事儿，非要闹得全家不得安宁。阿燕，你就别说燕燕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这个快死的老太婆不该来，害得你们小家不安宁。奶奶，不许你这样说，我妈就是矫情事多，连一个生病的老人家都不放过。你放心，奶奶，我和爸爸都是站在你这边的，你就尽管安心住着，我看谁敢赶你走。对了，奶奶，我妈今天发奖金呢，待会儿我就让她请你吃大餐赔罪，让她给你买奥龙、买帝王蟹补补身体。哎呦，还是我的乖孙子疼奶奶。你也别怪你妈，她前清时就心眼小，爱记仇，好歹是你妈，咱们大度点，不跟她计较。婆婆说的对，血浓于水，他们才是一脉相承的一家人，而我不过是个给他们当牛做马，还要被随时拿捏提款的外人。既然你们这么想照顾他，那你们请便。我拼了命生下他，护着他长大，为了他一再向这个家妥协。可到头来，我护着的儿子却成了刺向我最深的一把刀。脏东西，祸害我大孙子，我砍死你们！妈，小狗已经很可怜了，你别伤害它们。你个不要脸的白莲花，拿我儿子的钱喂野狗！你又发什么疯？提着箱子干什么？秋恒，你不是觉得我斤斤计较，觉得你奶奶是个可怜的老人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现在提着箱子，不就是想逼奶奶走吗？当年你奶奶为了几只流浪狗把我推向马路，害我出车祸被撞，导致你早产。你在重症监护室住了整整1个月，她去看过你一眼吗？医院骗钱啊！不就是生个孩子，怎么就要住院？要那么多钱？我不交，让他死在里面算了。当年你在医院闹了2天，死活不肯交住院费，要不是我爸妈从外省连夜赶来垫上医药费，秋恒早就没命了。怎么我爸妈一交钱，你突然就不哭了，改口说该听医生的话了？奶奶，我妈说的是真的吗？我那时候是没钱，怕医院坑我。没钱？那后来呢？秋恒刚出院，是谁舍不得那点热水钱，在大冬天给一个刚满月的婴儿洗冷水澡，害他染上肺炎的？你发高烧差点没命，我抱着你要去医院，他死活拦着，说你只是染上了邪祟。还有你配合着你妈从我手里抢走孩子，抱去庙里求来符纸，烧了3碗符水硬灌进他嘴里。等我带着警察赶到的时候，秋恒差点就一命呜呼了。奶奶，你不是说你从小最疼我吗？我妈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黄燕，都过去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，你怎么还要翻旧账？有意思吗？翻旧账，那是一条人命。说到底，还不是你自己当年没和妈沟通好。妈没文化，用冷水也是为了锻炼孩子身体，她也是爱孙子心切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罪不可恕了？妈，爸说的对，你就别怪奶奶，她也是不懂科学育儿，你总拿以前的事出来说也没什么意义啊。再说了，奶奶现在都得绝症了，你就别抓着那些事情不放了，大度一点不行吗？大度？我拿命换来的儿子，现在站在差点害死他的人身边劝我大度，这个家真的烂透了。是啊，燕燕，咱们到底是一家人。哎呦，你提着行李干什么？你不会又要离家出走吧？你是不是想用这套逼着阿言赶我走？如果是这样，到底还是我不该来，我走就是了。你不用走，我们离婚。既然你们一家人感情这么深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秋燕，赶紧把字签了，以后你要怎么孝敬你妈，都和我无关。黄燕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你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？
你别以为当年受了点委屈，现在就能踩在我头上拉屎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真敢离，你就是个没人要的二手货烂货。我看你离了我能滚到哪里去？就是，我儿子现在可是公司主管，离了你，转头就能找个18岁的大姑娘。你个黄脸婆，赶紧滚出我们家！妈，你要真因为这点小事就跟我爸闹离婚，我只会觉得丢人。你要是走出这个门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儿子。二手货滚出你们家，丢人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这群吸血鬼吸了我的血，还真把这当成他们自己的地盘。秋燕，你是不是在这个家里作威作福太久，连脑子都萎缩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提醒你一句，这套房子是我爸妈当年全款买的，房产证上只有我黄燕一个人的名字，这是我的婚前财产，所以该滚的不是我，是你们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家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今天先去酒店住，明天我会让律师重新拟一份离婚协议送到你公司。一家子颠公颠婆，老娘早就受够了。记得收拾好你们的破烂，准备滚蛋。喂，燕燕，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？小小，我从那个家里搬出来了，我提了离婚。什么？那老妖婆又做什么妖了？你快跟我仔细说说。我呸！一家子白眼狼吸血鬼，当年的老妖婆差点害死你和孩子，他们居然有脸劝你大度，还说你是二手货。她秋燕算个什么东西？离了你，她连内裤都找不到在哪儿。这个世界就算破破烂烂，也总有人愿意为你缝缝补补。燕燕，你没事吧？别为那种垃圾渣男掉眼泪，不值得。我没事，我只是觉得这些年我太傻了。傻什么傻？现在清醒还不晚。要我说，咱们女人就该独美，结婚就是拖累。你现在立刻买机票，明天飞来江南找我，姐妹带你飞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自由翱翔。阿言，网上都说再不出去就老了，咱们找个周末，一家人去江南看看水乡好不好？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还整天做这种梦？你知不知道你都是当妈的人了，能不能懂点事儿？别整天想着怎么烧钱。以前我总想着为了家庭节省，为了儿子懂事，却唯独忘了心疼我自己。从今往后，我只为自己活。好，小小，你把定位发我，我这就订机票，明天见。太棒了！明天我去机场接你，咱们不醉不归。燕燕，看这边，笑一个。对，太美了，就该这样。离了渣男，你简直在发光。这才对嘛！以前你整天围着那个破家转，我都替你憋屈。这次出来，有没有觉得空气都是自由的？是啊，太久没有为自己活过了。以前我总觉得为了孩子什么都能忍，可我的隐忍换来了什么？只换来了他们的变本加厉。当年那种屈辱，我居然也为了所谓的家忍了下来。黄叶，我在外面打牌输了钱，填不上窟窿。你要是不从了他，我就掐死你儿子！妈，疯了吗？放开恒恒！妍妍，我求你别报警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就算为了恒恒，为了这个家，你忍一忍好不好？我保证赶他回老家。燕燕，怎么了？手怎么这么凉？小小，当年我是为了恒恒，才没有亲手把那个老妖婆送进监狱，是我太心软，才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。我受过的罪，我要让他们100倍偿还。喂，黄姐，您找我？小王，我名下那套锦绣小区的房子，你帮我挂牌出售。啊？那套房子位置那么好，您真要卖啊？打算挂多少？比市场价低30万，要求全款，越快成交越好。低30万？黄姐，这可是大出血啊！只要挂出去，看房的人绝对踏破门槛。我要的就是踏破门槛。要是你那里有备用的，今天就开始带人去看房。如果里面有人拦着不让看，你就直接报警，说他们私闯民宅。得嘞，您放心，这事儿我绝对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。李律师，麻烦您帮我正式起诉离婚。对，不接受调解。好的，黄律师。那关于孩子的抚养权和财产分割方面，房产权是我婚前全款买的，他休想拿走1分。至于孩子的抚养权，我不要，让他跟着他爸和他奶奶过好日子去吧。明白，我立刻准备起诉书。
秋叶，你们一家子不是喜欢鸠占鹊巢吗？我倒要看看，这巢要是塌了，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这女人真是疯了，居然真跑去江南旅游了。去就去呗，他就是故意做给你看的，想逼你低头去求他。求他？做梦！等他把手里的钱做光了，还不是得乖乖滚回来伺候咱们？我妈也太自私了，奶奶都病了，她还有心情出去吃喝玩了？乖孙，别管他，这房子住着多舒坦呀！以后这就是咱们老邱家的地盘了。这城里的日子就是舒坦，等阿叶把那黄脸婆彻底休了，这大房子就全是我和我乖孙的了。张哥、李姐，你们看，这套房子的户型特别方正，采光极好，而且业主极售，价格比市场价低了整整30万呢。你们是谁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抓贼呀！大妈，您误会了，我是中介小王。这套房子的业主黄女士委托我们挂牌出售，我带客户来看看房。卖房？放你娘的狗屁！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谁敢卖？你们两个给我等着！给我滚出去！敢打我们家房子的主意，我打死你们这些骗子！这老太婆怎么跟疯子一样？这房子咱们不看了，走走走！哎，张哥，你们别走啊！大妈，你讲点道理，房产证上可是黄女士的名字。我呸！打死你个黑心中介！滚！喂，小王，看房还顺利吗？黄姐，您可没告诉我，您家里还有个母老虎啊？怎么，我婆婆拦着你们了？何止是拦着呀，那老太太拿着大扫帚，力气大的像头牛，差点没把我的腿打折，客户都被她吓跑了。您不是说她得了癌症晚期吗？我看她比我还能活得长。绝症？她那点把戏，也就只能骗骗秋叶那个蠢货。小王，你受委屈了。不过你记住，那套房子的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他没有任何居住权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他堵着门，我们进不去啊！你现在就带人回去继续看，他要是再敢拿扫帚赶人，你就直接报警。报警？对，就跟警察说有人私闯民宅，寻衅滋事，出了任何事儿，我这个房主担着。得了，黄姐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我这就带人杀回去。开门！里面的人听着，业主已经发话了。滚！再敢敲门，老娘拿开水泼你们！老太太，房主说了，这房子是他的个人财产，你现在属于私闯民宅，你要是再不看，马上让警察来抓你。阿燕啊，你快回来！那个杀千刀的黄燕真把房子卖了，中介带着人堵在门口，说我不开门就要报警抓我呀！什么？还真敢挂牌？这个疯女人，她怎么敢动我的房子？她卖了房子，我以后在亲戚朋友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？哟，渣男急眼了，接不接？接啊！为什么不接？我正想听听他气急败坏的声音呢。黄燕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居然真的把房子挂到中介那里去卖，你还要不要脸？邱主管消息挺灵通的嘛。怎么，中介的服务还满意吗？你马上给中介打电话，把房源撤下来。你把房子卖了，我和恒恒还有我妈住哪里？你让我们一家老小去睡大街吗？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自私恶毒？你什么意思？秋燕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猪话？那套房子是我爸妈全款买给我的婚前财产，房产证上从头到尾都只有我黄燕一个人的名字。我的房子我爱卖就卖，关你屁事！你，我们还没离婚，我是你丈夫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很快就不是了，律师的起诉书应该已经在路上。秋燕，治好了你的结巴，再来跟我说话吧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黄燕，你给我等着！是你儿子，燕燕，你要是不想接就挂了，别让他又拿话刺你。没事，有些话总得说清楚。妈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我爸说你把房子挂中介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啊？我卖我的房子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，你不管我们，自己跑出去吃喝玩乐就算了，你怎么能连家都卖了？奶奶还生着病呢，你把房子卖了，我们住哪儿啊？这就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儿子，他看不到我的委屈，只觉得我没有继续给他们当牛做马就是自私。妈，我知道你还在生奶奶的气，这样吧，你赶紧给中介打电话，把看房的人弄走，只要你别闹了，我就原谅你，还认你这个妈，行不行？秋恒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永远都会在原地等你？只要你招招手，我就得感恩戴德的回去。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你亲儿子。我正式通知你一下，从我提着行李走出那个家门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母子情分就彻底断了。妈，你疯了吗？你说什么胡话？
我没疯。既然你觉得你爸和你奶奶才是你真正的家人，那你就好好跟着他们过日子。以后要钱找你爸，要房找你奶，老娘的钱就是撒了烧了也不会再给你半毛。妈，你不能这样！别叫我妈，我没你这种白眼狼儿子，滚！他真的不要我了。推销电话还是渣男换号了？喂，哪位？黄燕，你简直丧了良心！你个不要脸的臭婆娘，你是不是想死啊？敢叫中介来赶老娘，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这中气十足的骂街声，哪里有半点子宫癌晚期病人的虚弱？真是把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。哟，这不是快死的老太太吗？怎么为了骂我，连号码都专门换了一个？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！我告诉你，那房子是我儿子的，我孙子的，你敢卖房子，我就去你公司大门口上吊，让你在这个城市彻底身败名裂！好啊，你去闹。不过我猜你应该没忘，你还有什么东西落在我手里吧？当年你为了骗钱打牌，装尿毒症赖在我家地上打滚的事儿，需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还有，你欠了赌债填不上窟窿，引狼入室，带着个流氓闯进我房间，用我儿子的命威胁我，企图让人玷污我的事，你确定要我翻旧账？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，你吓唬谁呢？你当年跪在地上疯狂扇自己巴掌，亲口承认自己做过那些肮脏事的自述视频，我可是备份的好好的。你要是真惹毛了我，我不介意立刻把视频交给警察，直接送你去牢里过晚，里面包吃包住，正适合你这种绝症病人。你这个魔鬼！我要是你，现在就每天烧香拜佛，夹着尾巴做人。真不会做人就去当畜生，别再来招惹我。燕燕，宝贝，你简直太棒了，这战斗力绝了。还行吧，对付这种恶人就得比他更狠。走，咱们继续逛。打蛇打七寸，既然要彻底撕破脸，我就必须拿到能把那个老妖婆死死钉在耻辱柱上的铁证。婶子们，向你们打听个事儿，邱家老太太最近在村里吗？邱婆子早去城里找她儿子享福喽，走之前还骗了我们好几家的养老钱，说什么搞集资赚大钱，结果连个人影都没了。集资？婶子，您能跟我仔细说说吗？林医生，我婆婆的身体状况怎么样？她身体好着呢，顿顿能吃3大碗饭，至少还能活20多年。闺女，你可一定要帮我们把这血汗钱要回来呀！邱婆子那个杀千刀的搞非法集资，坑死我们了！大爷大妈，你们放心，这些证据只要交到警察手里，他不仅得把钱吐出来，还得进去蹲几年。秋燕，老妖婆，你们的死期到了！秋燕，你在这个公司装了这么多年的顾家好男人，今天我就亲手撕下你这层虚伪的皮。黄燕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谁让你跑到我公司来撒野的？给我滚出去！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立刻把字签了。你让我签我就签。黄燕，你以为你把房子挂到中介那里我就怕你了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不签字，你就永远是我秋燕的老婆，这婚你离不成。你确定不签？我偏不签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在这公司可是有头有脸的主管，你一个脱离社会的黄脸婆跟我斗，识相的就赶紧滚回去，把卖房的信息撤了，把你婆婆伺候好。她把脸面和工作看得比命还重，以为在公司我就不敢闹大，那她可就大错特错了。行，秋燕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你要干什么？黄燕，你疯了！这可是公司。我这不是怕你听不清吗？黄燕，你给我放下！你不要命了！各位同事，大家都停一停手里的活儿。今天我免费给大家爆个大瓜，让你们好好认识一下你们这位道貌岸然的邱主管。别听这个疯女人胡说八道！保安，保安呢？邱燕上个月私自扣下供应商的货款，吃了整整5万块的回扣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背地里骂你们陈经理不是个东西，是个只会溜须拍马的蠢货。哦，对了，他还帮着你们周总打掩护，见不得人的潜规则了公司那个刚来不到1个月的20岁女实习生。
万回扣，这可是要坐牢的。那个实习生原来是真的，秋叶居然是拉皮条的。你疯了！你把我告死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给我闭嘴！啊！签字，不然我马上把这些证据连同你妈诈骗的材料一起打包送去警察局。签，还是说你想让我现在就把你做假账、吃回扣的流水明细直接发到公司的大群上？秋叶，你马上给我滚进办公室解释清楚。解释不清楚，你今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，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这疯女人手里肯定有实锤证据，要是真报警，我不仅工作没了，还得去坐牢。黄燕，算你狠！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步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等着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最好先操心一下你们一家3口今晚睡哪条大街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给你3天时间，带着你那个装绝症的妈，还有你那个好儿子，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。3天后要是还不搬，我就直接叫搬家公司把你们的破烂全扔进垃圾站，到时候后果自负。哎呦，你们是不知道啊，我那个儿媳妇儿简直就是个丧门星。我儿子天天在外面累死累活的赚钱养家，他倒好，整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不知道在外面勾搭哪个野男人。真的假的？看着挺老实本分的一个人啊。老实，那是装给你们看的。哼，我这都查出绝症，没几天活头了。他不仅不伺候我，还闹着要跟我儿子离婚，甚至要把我们一家老小赶出家门。你们说，这世上怎么有这么恶毒的女人？哎呀，这简直是不守妇道、虐待老人啊！这种女人就该进猪笼。这就是我养的好儿子。听着别人这么侮辱他亲妈，连个屁都不放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眼前，那我就给你们加点料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我们家那个母夜叉吗？在外面玩够了野男人，还知道回来啊？我还当你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家，连儿子都不要了呢。说啊，怎么不继续说了？刚才不是骂得挺起劲儿的吗？看什么看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个没良心的，连我这个绝症病人都敢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绝症？我正纳闷呢，既然查出了子宫癌晚期，怎么来了这么多天，也没见你吃过1粒靶向药，也没见你去医院化疗复查？怎么是儿子不孝顺，还是孙子不走心？居然连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都不肯。奶奶，你不是说医生让你保守治疗，不用吃药吗？保守治疗？我看是根本没病装病吧。是邱婆子给了我2000块钱，非逼着我给她弄个假证明，说要去城里吓唬儿媳妇要钱。她身体好着呢，壮得像头牛，至少还能活20多年。哎呦我的天老爷，居然拿绝症骗人，这也太缺德了吧！就是啊，刚才还在这儿哭天抹泪的，原来是个老骗子，为了骗儿媳妇的钱，连这种谎都撒得出来。你关掉！你这个贱人，你找人演戏污蔑我！污蔑？那2000块钱的转账记录，警察一查就能查出来。你花2000块钱买个假证明，跑到我家里来鸠占鹊巢，还敢在这里造我的谣？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以为装绝症骗钱就是你干过最缺德的事儿了吗？你还要干什么？你给我关掉！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为了去打麻将先狠狠哭闹，就偷偷给他喂安眠药啊！我更不该在外面欠了赌债，把那个流氓带回家，拿恒恒的命威胁你，逼你从了那个男人替我抵债呀！我真不是人啊！奶奶，你给我喂过安眠药，你还带人来欺负我吗？别疯了，你们别听他瞎说！阿姨们，我真是佩服你们的胆量啊！你啥意思啊？这种沉迷赌博，连自己亲孙子都敢喂安眠药，甚至敢找流氓强暴儿媳妇的法制咖，你们也敢跟他坐在一起嗑瓜子当朋友？你们就不怕哪天他输了钱，把你们的孙子也给卖了？哎呦喂，谁跟他是朋友啊？我们根本不熟。就是，太可怕了，这简直是个毒妇啊！快走，以后离他远点！别拍了，你们别拍了！黄燕，你个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把手机给我！你敢打我？
这一巴掌你欠了我10几年了。哦，这2巴掌，你我之间10几年的恩怨两清。听清楚了，从现在开始算，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收拾好你们的破烂，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。你敢赶我走，阿爷不会放过你的。你那个怂包儿子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。3天后如果不搬，你非法集资的转账记录、买假病症证明的证据，还有你承认自己买凶强奸的视频，我就直接把这些东西送进警察局。到时候你就准备在牢里养老送终吧。妈，你等等我。妈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如果是替你奶奶求情，大可不必。不是的，妈，我真不知道奶奶居然是那种人，她居然给我喂过安眠药，还干过那种犯法的事儿，我以她为耻，我才不要一个罪犯当奶奶。以她为耻？刚才在凉亭里你听着她造谣我的时候，怎么没觉得以她为耻？现在看她倒台了，倒是撇得干净。妈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你要是真把奶奶赶走，我就跟奶奶一起走。哦，那你现在追出来是想干什么？妈，你带我一起走吧。我看我爸不爽好久了，他连个4000块钱的游戏机都舍不得给我买，现在连房子都没了，跟着他以后肯定要过苦日子，多丢人啊！妈，我知道你以前是最爱我的，你现在有钱又有房子，你带我走吧，我以后肯定听你的话。原来他不是心疼我受的委屈，他只是嫌弃他爸没钱没房了。我黄燕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自私势利、毫无底线的白眼狼？秋恒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招招手，我就会像以前一样毫无底线的包容你？妈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可是你亲儿子。真不好意思，我和你爸签离婚协议的时候根本就没要你的抚养权，我早就没你这种儿子了。你既然觉得你爸你奶才是你的家人，那你就好好跟他们相依为命吧。秋恒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嫌老子没钱，嫌老子连个4000块的游戏机都买不起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现在连工作都快保不住了，房子要被我妈收回去了，我跟着你，难道要去睡大街吗？辛辛苦苦在外面装孙子赚钱，到头来老婆跑了，连亲生儿子都嫌弃我穷。你个畜生，老子白养你这么大了，你居然敢这么跟你老子说话！我看你就是跟你那个恶毒的妈学坏了。你凭什么打我？要不是你非要把奶奶那个老骗子接回来，我妈怎么会走？怎么会连我也不要了？都怪你！反了你了！你居然敢打老子！哎呦，你个小畜生，下死手啊！我让你管我！我让你管我！反了天了！这小兔崽子居然敢打他老子！我儿子可是我的命根子，谁也不能欺负他！小畜生，我打死你！杀人了！老太太杀亲孙子了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帮阿燕。发什么疯？他可是我唯一的儿子，要是恒恒有个3长2短，老子弄死你！救命！来人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护车！谁帮我打个120？恒恒，你醒醒，别吓爸爸！我好心好意帮他教训那个打老子的逆子，他居然为了个小畜生骂我，我可是他亲妈！造孽呀！我一把屎一把尿拉着你长大，你从小没了爹，我当爹又当娘的吃了多少苦啊！你现在居然为了个小兔崽子要弄死我！哎呦！这老太婆心真够黑的，连亲孙子都下死手砸。可不是嘛！刚才在凉亭还装绝症快死了呢，拿石头砸人的时候力气比牛还大，真是个老戏骨！你闹够了没有？要不是你非要跑到城里来作妖，爷爷怎么跟我离婚？房子怎么会被卖掉？
恒恒怎么会躺在这里生死不知？你给我滚，滚得越远越好！我没有你这种妈。师傅们，麻烦动作快点！只要是不属于这套房子原本自带的家具家电，那些衣服、鞋子、私人物品，统统给我打包。老板，这些东西打包好要运到哪里去啊？不用运多远，直接扔到小区门外的那个大型垃圾中转站旁边就行了。全当垃圾扔了？这可有不少好衣服和电器呢。对，全扔。这些脏东西留在这里我都嫌晦气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我可是他亲奶奶，我怎么会害我的大孙子哟？都是那个黄叶克夫克子，是个丧门星啊！家属请保持安静，这里是医院，不要大声喧哗，影响其他病人休息。你给我闭嘴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要不是你发神经拿石头砸人，恒恒能躺在里面吗？我还不是为了帮你教训那个逆子。喂，小王，房子已经彻底清空了，告诉那个全款买家，马上可以带人过来签合同交接了。李哥、黄姐，手续全都办妥了，这绝对是我从业以来办的最快的一单全款过户。黄姐办事痛快，说清空就清空，房子腾得干干净净，我看着舒心。财务那边已经把全款打进你账户了，你查收一下。有了这笔钱，我不仅能彻底摆脱那一家吸血鬼，还能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收到了，合作愉快。钥匙我已经带过来了，咱们现在就去交房。好。李哥，钥匙全在这儿了，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建议你今天就找个换锁师傅，把大门门锁彻底换了。好的，那是肯定的，我下午就叫师傅来换高级密码锁，顺便安排保洁打扫。黄姐，那我就先去忙了，祝你以后一切顺利。谢谢，你也是。20年的青春，20年的委屈和隐忍，全都埋葬在这个屋子里了。秋燕，你们一家子带给我的噩梦，到此为止了。去医院包扎一下，居然要花大几百块，这城里的医院真是抢钱。你再废话一句试试！要不是你拿石头砸人，老子今天能这么倒霉？黄燕，你发什么神经换锁？给我开门！你们谁啊？敲错门了吧？你谁啊？为什么在我家？你把黄燕给我叫出来！你家？兄弟，你睡醒了吗？这房子我今天上午刚全款买下来，房产证都过户了，我才是这儿的业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放你娘的屁！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你个偷房子的贼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老太太，嘴巴放干净点，再撒泼我报警了啊！原房主黄女士说了，你们那些私人物品，她全让人打包扔到小区外面的垃圾站了，你们自己去垃圾堆里找去吧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我的衣裳，我的老腊肉啊，全被那个毒妇当垃圾扔了！我的游戏机，爸，我没家了，我连游戏机都没了，都怪你非要惹我妈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，这什么鬼地方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一股子死老鼠味儿。嫌臭你就出去睡大街，我卡里的钱全交了恒恒的医药费和这破地方的押金，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不错了。你冲我吼什么？我可是个绝症病人啊！你让我睡这种硬腕床，不是要我的老命吗？以前在燕燕那大房子里，我睡的可是真皮沙发。你还敢提以前？要不是你非要作妖，装病跑来赶走黄燕，我们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这破地方连个 WiFi 都没有，信号也是一格，我怎么打游戏啊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去找我妈，我不要住在这个垃圾堆里。找你妈？你以为你妈还要你吗？她连抚养权都没要，直接把你当垃圾一样扔给我了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没本事，连个房子都保不住，我妈怎么会不要我？你连个4000块的游戏机都买不起，你算什么爸爸？我的游戏机！别打了，造孽呀！我们老舅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黄燕，你个丧尽天良的毒妇，你给我开门！你把我们一家害得住地下室，自己倒躲在这里享清福。开门，黄燕！这老妖婆居然还能打听到我新租的公寓，
看来地下室的苦日子还没让他彻底长记性。大家快来看啊！儿媳妇卷了卖房团跑路，把生绝症的婆婆赶出家门了！黄燕儿，你今天不拿出一半的钱，我就死在你家门口！你死一个我看看！小贱人，你终于敢出声了！赶紧开门把钱给我，不然我天天来闹，让你在这个高档小区也待不下去！好啊，你接着闹。不过我提醒你，这栋楼的安保可是全天候录像的，你现在的丑态，物业看得一清二楚。你是不是忘了？我在村里拿到的那些按了红手印的非法集资证据，现在还在我手里。你骗了村里那么多老人的血汗钱，数额足够你把牢底坐穿了。你再敢敲一下我的门，或者再敢出现在我面前一次，我马上把证据打包发给经侦大队。你吓唬谁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滚！秋燕，鉴于你前期来公司闹造成的恶劣影响，以及你私下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公司高层开会决定撤销你业务主管的职务，降为普通职员，底薪减半。陈经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那都是我前期发疯乱咬人的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干。你吃回扣的事我已经替你压下来了，没报警抓你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你还有脸讨价还价？马上给我滚出去干活！黄燕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仅卖了我的房子，还毁了我的前程。我绝对不会让你拿着我的钱在外面逍遥快活。这破地方根本不是人住的。阿燕，咱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搬出去啊？我这把老骨头都要交代在这里了。爸，我头好痛，我想回以前的家，我想睡软床。黄燕把房子卖了，手里至少拿着几百万的全款，凭什么我们在地下室受苦，她却能拿着钱过好日子？搬，马上就能搬。你有办法了？可是那毒妇手里有我的把柄啊，我可不敢再去惹她了。她有你的把柄，但她没有恒的。恒可是她10月怀胎生下来的亲儿子，现在伤成这样，她能不？恒，想不想搬回大房子？想不想买最新款游戏机？想。好，明天你就顶着这头伤跟我去你妈公司，咱们拉个横幅，就说她卖了房子卷款跑路，连亲生儿子重伤都不管。对呀，去她公司闹，城里人最要面子，到时候全公司的人都戳她脊梁骨，看她还不乖乖把钱吐出来。黄燕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这卖房的钱，你必须给我吐出一半来。大家快来看看呀！你们公司的黄燕简直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她不仅抛夫弃子，还偷偷卖了家里的房子，卷走了我儿子看病的救命钱啊！造孽哟！我可怜的孙子头都被砸破了，他这个当妈的连看都不看一眼，拿着钱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。我们一家老小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，只能睡地下室啊！天哪，黄燕平时看着挺温柔干练的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连亲生儿子重伤都不管，自己卷钱跑路，这也太恶毒了吧！简直不配当妈。妈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我头好痛，你把看病的钱还给我好不好？秋燕，你还真是黔驴技穷了，以为跑到我公司来搞道德绑架，利用舆论施压，我就会乖乖把钱吐出来。既然你们非要把脸凑上来让我打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求锤得锤。燕燕，这群无赖怎么找到你公司来？这简直是欺人太甚！要不咱们直接报警吧，别跟这群垃圾废物。报警太便宜他们了，他们既然想把事情闹大，那我就成全他们。小小，你帮我个忙，站到旁边去，拿手机把全程录下来，一定要把他们这副丑恶的嘴脸拍得清清楚楚。这可是呈堂证供。放心吧，宝贝，我绝对给他们拍个高清无码的纪录片，让他们彻底社死。大家快看啊！这个狠毒的女人终于敢出来了！黄燕，你今天必须当着大家的面，给恒一个交代！哎呦喂，你个丧门星啊！你还我孙子的救命钱啊！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心怎么那么黑呀？妈，真没看出来，黄燕平时工作那么负责，私底下居然是这种人。就是啊，再怎么闹离婚，也不能不管受重伤的亲儿子啊，这还是人吗？演，接着演。你们现在跳的有多高，待会儿摔的就有多惨。
大家看看，这就是他10月怀胎生下的亲儿子，恒恒头都被砸破了，缝了10几针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你这个当妈的，不仅不闻不问，还趁着孩子住院，心安理得的把我们住的房子给卖了。你拿着卖房的几百万在外面逍遥快活，让我们一家老小去睡地下室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天哪，看着人模狗样的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自己儿子伤成这样都不管，真是看人不能看表面。这种女人就是蛇蝎心肠，太恶心了吧！丧良心哦！我儿从小就没了爹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，吃了多少苦啊！好不容易在城里扎了根，以为娶了老婆日子就稳了，结果娶了这么个丧门星。就因为我想见见儿子孙子，他就闹着要离婚，还趁着我孙子生病，把房子给卖了跑了。这老太太太可怜了，辛辛苦苦一辈子，老了还要被儿媳妇赶出家门。这种拜金女就该全世界社死，让她下地狱。演得真好，不去拿奥斯卡真是屈才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演苦情戏，那我就让你们一次演个够。我们不求别的，你至少要让我儿我孙有个落脚点呀！做人真的不能太没良心。黄燕，到底夫妻一场，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，让大家看笑话。只要你拿出买房钱的一半，这事儿我们就算了。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。这秋燕真是个好人啊！秋叶也太天真太傻了吧，居然只要一半的钱。就是啊，这种恶毒的拜金女就该让她净身出户，一分钱都别想拿走。黄燕，你老公都这么重感情了，你赶紧把钱拿出来破财消灾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一半的钱，几百万，秋燕，你还真是敢狮子大开口啊！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能逼我把自己的婚前财产拱手相让？你笑什么？你还有脸笑？我笑你们一家子不仅不要脸，还蠢得可怜。秋燕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我自己名下的婚前财产，我爸妈全款买的房子，我要怎么处理关你屁事儿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争这笔钱？婚前财产全款买的，那秋燕凭什么来要一半的钱啊？你胡说！就算房子是你的，那恒恒呢？他可是你亲儿子，他头都被砸破了，你连医药费都不出，你配当妈妈？大家看看我可怜的孙子呀，被这个毒妇害得差点没命了。既然你们非要把脸凑上来让我打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是吗？那大家就好好看看，到底是谁差点要了恒恒的命。你这个逆子，你不配当我爸！打死你！天哪，孩子居然是那个老太太自己拿石头砸伤的！这父子俩居然在地上互殴，这老太太还下这么狠的手，这简直是谋杀呀！怎么不哭了？继续演啊！不是说我害的吗？原来是你这个亲奶奶亲手拿石头砸破了亲孙子的头啊！我不管了！这老太婆也太狠毒了吧，连亲孙子都下得去手。刚才还在这装可怜，原来是个老骗子！别拍了，你们别拍了！大家别急，这老太太的光辉事迹可不止这一件。燕燕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为了去打麻将嫌恒恒哭闹，就偷偷给他喂安眠药啊！装绝症骗钱，给亲孙子喂安眠药，甚至在村里搞非法集资骗老人的养老钱，这就是你们口中辛苦带大儿子的好婆婆。那也是我妈，你作为儿媳妇难道不该孝顺吗？你卖了房子难道不该分我一半吗？孝顺分你一半？秋燕，你要不要脸？你一个月1万多的工资全拿去养你这个在农村的妈，儿子从小到大的奶粉钱、学费、生活费全是我一个人出的。你倒是说说看，你妈一个人在农村，一个月1万多还不够用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是我在外面整天打牌赌博输了钱，就偷摸着变卖家里东西吗？原来是个吸血鬼凤凰男啊！自己不养家，还想分老婆的婚前财产，真是不要脸到家了。爸和奶奶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还成了过街老鼠。妈手里可是有卖房的几百万全款，我跟着她肯定能过好日子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前不懂事，被爸和奶奶骗了。你带我走吧，我可是你亲儿子。亲儿子，你也是挺难杀的。你奶差点害死你那么多次，
大冬天给你洗冷水澡，喂你吃安眠药，甚至拿石头砸破你的头，每一次都是我拼了命把你救下来。可你呢？你为了一个差点害死你的老太婆，为了一个连游戏机都不给你买的爹，一次次的背刺我，伤害我。不是的，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救下你，真他妈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。要是能重来，我宁可不生你，也绝对不会让你有今天伤害我的机会。妈，你别不要我，我以后肯定听你的话。闭嘴！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早就不把你们放在心上了。以后别再叫我妈，我没你这种白眼狼儿子。妈，这疯女人今天不仅没掏钱，还把我们的老底全掀了。再待下去，指不定她还要搞出什么幺蛾子。这地方不能留了。别装死了，赶紧起来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走！证据都在我手机里，快点报警！我去拦住他们。想走？晚了。警察怎么来了？你们谁是秋叶？谁是张翠花？警察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就是家庭纠纷，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啊。我是张翠花，我没杀人啊！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并掌握了确凿证据，你涉嫌职务侵占、做假账以及收受商业贿赂。张翠花，你在老家村里涉嫌非法集资，诈骗多名老人养老金，数额巨大，现在依法对你们2人进行传唤，请配合调查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工作没了，房子没了，现在连自由也没了。黄燕这个毒妇，她居然真的把证据交给了警察。警察同志，我错了，我把钱都退给他们还不行吗？我不想坐牢啊，我可是个绝症病人啊，我快死了。绝症？我们已经核实过了，你那张化验单是花2000块钱买的假证明，有什么话留着回局里跟预审员说吧。带走。黄燕，你这么绝情，你不得好死！秋燕，进去以后好好改造，这都是你们一家子应得的福报。妈，爸和奶奶都被抓走了，我该去哪儿啊？你该去哪儿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从你选择站在他们那边，拿刀子捅我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没有家了。妈真的不要我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帮着他们骗妈妈，更不该拿刀子伤她。爸爸和奶奶坐牢了，妈妈也不要我了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以后再也没有依靠了。各位同事，鉴于秋燕涉嫌职务侵占、收受贿赂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，并且其家属来公司寻衅滋事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，即刻起正式开除秋燕。公司法务部将全面配合警方彻查秋燕经手的所有账目，绝不姑息任何一个蛀虫。大家引以为戒，散了吧，回去工作。开除的好，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渣留在公司简直是毒瘤，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。燕燕，爆了，彻底爆了！什么爆了？我刚才录的视频发到网上，现在直接冲上同城热搜第1了。你前夫和你那个恶婆婆，现在算是彻底火出圈了。你看这些评论，绝世好婆婆原来是个法制趴，送她去踩缝纫机。这男的真恶心，一个月1万块全拿去养作妖的妈，还想分人家婚前全款买的房，还要不要脸？这儿子也是个白眼狼，活该最后连家都没有。燕姐，真的对不起啊，刚才我们在外面不知道真相，听信了那个人渣的片面之词，还误会了你。你受委屈了。没事，燕姐，这是我刚洗的水果，以后在公司谁要是敢再说你一句闲话，我们第一个不答应。对付那种吸血鬼家庭，就该像你这么干脆利索。谢谢大家，私事占用了公司的公共资源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我已经处理好了，大家回去安心工作吧。深藏功与名啊，黄女士，拿捏的死死的，折磨了我15年的噩梦终于醒了。要不是警察局打电话，我才懒得管你。你爸和你奶干的那些缺德事儿，现在全网都知道了，我们老邱家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大伯，我会干活的，我吃的很少。干活你这细皮嫩肉的能干啥？我告诉你，住我这儿可以，但你得自己想办法挣生活费。我可没闲钱养一个白眼狼。以前在家里，我妈连碗都不让我洗，想要什么就买什么。现在，我连个住的地方都要看人脸色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妈，
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听爸和奶奶的话，我不该嫌弃你，我不该拿话刺你。妈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是因为真的觉得对不起我，还是因为跟着你爸你奶过不下去了，才想起我这个曾经的提款机和免费保姆？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迟来的后悔一文不值。被告人邱艳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司财产，收受商业贿赂数额巨大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没收全部违法所得。被告人张翠花伪造重病病历进行诈骗，并在农村地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数额较大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0.6个月，并处罚金。我冤枉啊！我都是为了我儿子。你闭嘴！都是你这个老不死的害的！要不是你非要跑来城里装绝症作妖，非要逼走黄燕，老子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！你个没良心的畜生！我坑蒙拐骗搞来的钱，还不是都给你花了？你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，现在出了事就把屎盆子全扣在老娘头上，你连个好律师都不给我请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肃静！法庭之上严禁喧哗，法警把2名罪犯押下去。爷爷。燕啊，我的儿啊，你快想办法救救妈妈！这牢里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呀，天天要干活，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。救你？我拿什么救你？我现在连自己都救不了。你不是在城里当大主管吗？你认识那么多有钱人，你去找他们借钱，快拿钱去保释我啊！你不能眼睁看着你亲妈死在里面啊！大主管，有钱人，你个老不死的！要不是你非要跑到城里来装绝症，非要作妖把黄燕逼走，老子现在还是舒舒服服的主管，住着大房子。是你毁了我的家庭，毁了我的前途。你把我的房子作没了，把我的工作作没了，现在还害得我跟你一起蹲大牢。你就是个扫把星！你个没良心的畜生！我坑蒙拐骗来的钱，哪一份不是给你花了？你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，现在出了事就把屎盆子全扣在老娘头上，你连个好律师都不给我请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你活该被黄燕甩了，你活该坐牢！闭嘴！你个老骗子！我没有你这种妈，我恨不得你死在里面！开始时间到，停止喧哗。哎，你们看同城新闻了吗？他爸贪污受贿被判了5年，他奶奶是个诈骗犯，判了3年半，真恶心。听说他奶奶还给他喂过安眠药，拿石头砸破过他的头呢。这种家庭出来的人，基因里就带着坏，咱们离他远点。哎，你们看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要替他们承受这些白眼和嘲笑？我以前可是住大房子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。闭嘴！你们再说一句试试。怎么？你爸是劳改犯，还不让人说了？有本事你打我啊！你个小畜生，老子好心收留你，你还敢在学校打架惹事？你要是再敢惹麻烦被开除，就立刻给我滚去睡大街！秋燕、张翠花，是你们非要作妖，逼走了我妈，卖了我的大房子，是你们把我害成了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！我恨你们，我恨死你们了！你们出来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各位同事，鉴于黄燕在这个季度的核心项目中表现出色，为公司拿下了年度最大的订单，经过管理层一致决定，正式晋升黄燕为项目总监，大家掌声鼓励。其实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低谷，但幸好有领导们的包容与指引，有身边同事们的帮扶与陪伴，在我情绪低落分心的时候，也是大家默默支持替我分担。谢谢各位领导的信任，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未来我会继续努力，和大家一起创造更好的成绩。燕燕，你看我这支插这儿行不行？我怎么感觉有点歪了？插花讲究的是心境和留白，不要太刻意去追求完美，顺其自然，找到最舒服的角度就好。绝了！黄总监现在不仅事业起飞，连艺术细胞都爆表了。看来离开那个烂包家庭，才是你人生真正的开始啊！是啊，以前总想着怎么去迎合别人，怎么维持一个所谓的家，结果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。其实人这辈子最该讨好的只有自己。燕燕，你今天这身打扮简直绝了！刚才那个专柜的导购眼睛都看直了，还以为你是哪家的大老板呢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我现在只为自己高兴。你干什么吃的？动作这么慢，还想不想要今天的工钱了？
对不起，两半，我马上搬完。妈，她现在过得这么好，这么漂亮。如果当初我没有帮着爸和奶奶，我现在是不是还能牵着她的手，想要什么就买什么？燕燕，看什么呢？走啊，前面那家餐厅我订好位置了。没什么，看错人了。走吧，去吃饭。秋燕，我恨你！等你出来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走吧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他的人生从今往后与我无关。秋燕，出去以后好好做人，别再进来了。是，政府教育的好，我一定重新做人。5年了，终于熬出头了。黄燕那个毒妇不管我，但我还有儿子。恒恒现在应该已经25岁，是个能赚钱养家的大人了。只要找到他，我下半辈子就有指望了。恒恒，是恒恒吗？恒恒，真的是你！好儿子，爸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。你怎么混成这副鬼样子了？穿的跟个叫花子一样，丢不丢人？行了，别傻站着了。爸在里面吃了5年的苦，嘴里淡出鸟了。你现在住哪儿？赶紧带我回去，给我弄点好酒好菜接风洗尘。以后你赚的钱得先紧着老子花。好啊，爸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保证让你永远都不用再受苦了。你笑什么笑？阴阳怪气的。老子在里面受了5年的罪，你连个车都不叫，想让我走回去吗？受罪？你受的罪有我这5年受的多吗？你受什么罪？你一个大小伙子，有手有脚的，还能饿死不成？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你就是个畜生！我被亲戚赶出来，被同学骂是劳改犯的儿子，我只能去工地搬砖，去饭店洗碗。秋燕，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一生？要不是你非要把那个老骗子接回来，我们怎么会走？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？你个没出息的畜生！你还有脸提你那个恶毒的妈？是她卖了房子卷款跑路，老子生你养你，你现在居然敢怪老子！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跟你那个妈一样贱！你不觉得错？你毁了我的一切，你居然一点都不觉得错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吧！你去死吧！我是你老子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燕燕，出大事了！你自己看同城新闻吧。燕燕，你没事吧？如果你想哭就哭出来。这事儿谁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。那对父子，也算是作茧自缚了。25年前，我满心欢喜的嫁给秋燕，以为能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我拼了命生下秋恒，以为只要我付出所有，就能换来一家人的和睦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付出的真心，最后却喂出了一窝随时准备将我生吞活剥的白眼狼。我只是觉得挺可悲的。可悲？是啊，秋燕自私懦弱了一辈子，最终死在了她自己亲手教育出来的儿子手里。秋恒被他奶奶和他爸联手毁了3观，最后像个疯子一样拉着他爸同归于尽。只是觉得挺可悲的，他们落得这个下场，我不同情，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种下的恶果。我也不会再为了这些不值得的人去浪费我哪怕1秒钟的情绪和眼泪了。燕燕，你说的对，他们就是自作自受。咱们不仅不哭，晚上还要去吃顿大餐，去晦气，以后你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好。黄总监，这次一口气休这么长的年假去环游世界，公司老板没抱着你的大腿哭着求你留下啊？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，前半生我为了别人活得太累，现在我得把欠自己的风景全都补回来。燕燕，去吧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去享受你本该拥有的人生，记得每天给我发美照，馋死我。放心吧，一定会的。小小，谢谢你，在我最黑暗的时候一直陪着我。以前我总以为婚姻和家庭是女人的避风港，后来才发现，所有的风雨都是他们带来的。现在，我终于亲手砸碎了枷锁，长出了属于自己的翅膀。20年的委屈、隐忍、算计和背叛，都在这把火里化为灰烬了。从今往后，那个软弱可欺、为了家庭失去自我的黄燕，彻底死了。
小小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一直想来的地方，我终于到了。原来电视剧里都是骗人的，这面包也太硬了。女士，要画一幅吗？你的气质很特别，像一朵经历过风雨却依然绽放的花。那就画一幅吧。女士，你是来度蜜月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来跟自己度蜜月的。那更棒了。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伴侣其实是自己。是啊，我和自己和解了，也和自己相爱了，这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来得踏实。完成了。画得太好了，这真的是我吗？这就是你，一个自由、美丽、闪闪发光的你。黄燕，恭喜你，终于活成了自己。以前我也许过愿，希望秋燕能多关心我一点，希望恒恒能健康长大，希望婆婆别再做梦。可那些愿望一个都没实现。孩子，许愿不是为了求别人改变，许愿是为了告诉自己你想要什么。去吧，许一个只为你自己的愿望。我希望余生无论遇到什么风雨，我都能像现在这样勇敢的、自由的、骄傲的走下去。我希望我永远不再为任何人弄丢自己。哎呦，我的黄大小姐又去哪儿潇洒啦？一个超美的古城，看到没？啊，你也太幸福了吧！小小，我在许愿池许了个愿。许了什么？快说快说！我希望从今以后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燕燕，你终于说出来了，这句话我等了15年。敬自由，敬我们自己，敬重生，敬我全世界最棒的闺蜜。于是，一个人旅行不寂寞吗？不寂寞，相反，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充实。有些人一个人待着也觉得拥挤，有些人一个人待着却能拥有全世界。以前我总害怕孤独，所以拼命去维系那些虚假的关系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孤独不是没人陪，而是身边围满了人，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懂你。我曾经也渴望过这样的白头偕老，但后来我明白了，白头偕老的前提是那个人值得。姐姐，你一个人来爬山，太酷了吧？是啊，一个人。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，一个人走遍全世界。你一定可以的。记住，不要为了任何人弄丢了自己。从出发到现在，我走了好远的路，不仅是地理上的距离，更是心里的距离。那个在机场强颜欢笑的黄燕已经不在了，现在的我是真的快乐。静心生。以前总幻想能和爱的人一起来这样的地方，现在我才明白，最美的风景不是和谁一起来，而是你自己成了风景的一部分。
女士，一个人旅行，我敬你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客人。谢谢。其实不是勇敢，是被逼到绝路后，才发现原来还有另一条路。说得好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你以为到了尽头，其实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人这一生就像这艘船，有些人中途下船，有些人陪你到终点，但最关键的是掌舵的那个人始终是你自己。You ready? We're gonna go up. 站在这里，我才发现自己有多渺小。那些曾经觉得天大的委屈、过不去的坎，现在看起来不过是人生长河里的一朵浪花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look over there. That's the most beautiful valley. 终于明白，幸福不是等来的，不是求来的，是你自己走出来的。走得足够远，你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